大家好，欢迎来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这个禅师原文段落以及客户回复的一个分享之前呢，想跟大家多说两句儿，先唠两句儿。我这个频道从开始到现在已经做了1年多了吧，到明年的1月份的话是2年，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从开始做到现在已经1年多了。那么从这么一路走来，一直坚持下来的话，频道观看的人数并不多。一般的视频的话，也就几十个或者说100多个是比较正常的。那么，我在之前的视频中，尤其是周末漫谈的视频中，跟很多新朋友、老朋友们都分享过，就是说我能够一直在做，虽然说看的人不多，那么一直在做，很大一个原因就是这个频道其实是给我自己做的，给我自己用的。因为呢，就是你在交易了这么多年之后，很多时候想在日常生活中，想在现实中找到一个能够时不时交流的一个渠道的话，并不容易，因为本来炒股的人就少，再加上稍微懂一点的话，那就更少了。所以说我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做1年多的时间，也是因为这个油管的一个频道是我跟外界交流的这么一种方式。还有就是说你在交易了或者说炒股炒了10年之后，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会遇到一些瓶颈。无论是你的交易上的瓶颈，还是你心理上的瓶颈，还是你的思考上，都会有一些瓶颈。那么等到这些瓶颈的时候，你就想再进一步的话，想再提高一点的话，其实都需要很多的一些努力，这个并不容易。那么我发现通过这个油管频道的一个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分享禅师的一些原文，我发现这个对我的帮助也很大。当然了，肯定会有一些刚刚接触缠论或刚刚接触炒股的朋友，也觉得我的说的东西有用，但是其实对我个人也是一个很多的一个帮助，就是有时候大家提问的问题也会引来我很多的思考，然后我给大家就是你自己知道，跟讲给别人知道或者给别人讲明白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打磨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我能够在观看人数这么少的情况下，一直能坚持下来，因为它对我有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能够很明确的、很明显的体现在我的这个资金账户的资金收益上面。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一直能坚持下来的一个原因。那么也感谢很多会员朋友们也好，还有这个频道里面虽然说不多的一些人的一些长期来的观看，也希望我的一些分享、缠论也好，或者说一些经验也好，能够让你们少走一些弯路，还有就是说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方向。因为炒股这个东西啊，或者说投资这个东西，你如果说没有方向的话，你想摸到门儿，其实是比较难的。如果说你的方向不对，你在这个股市里面，你摸打滚打几十年、20几年、30年其实都区别不大，对吧？你摸不到门的话，你再努力也比较难。所以说，希望能够，给一些接触股市还不长、时间还不长的朋友们，呃，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帮助，能够少走一些弯路。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今天给大家选的这个禅师的原文以及他的一些客户回复。就是第11课，教你炒股票11不会稳，无以高潮。这是禅师在2006年11月29号发布的。那么看一下我选择的一些段落。甄别早些难，必须要选择3个独立的系统，其中一个最常用的就是所谓的技术派玩意儿。单纯的技术派是不行的，单纯的非技术派也不行。技术派的玩意儿必须也只能在3个独立系统里才会有大的功效。就是说呀，禅师对，其实在第11课的时候就已经给出了非常明确的一个呃操作的一个方法，就是说3个独立系统。这个3个独立系统，在我的给大家做解盘也好，或者说在做周末复盘的时候也好，也说过很多次。3个独立系统就是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是技术面，对吧？不是一个就是只单纯看技术面，而是三个系统结合起来。所以说，
单纯的技术派是不行的，你以为学好了技术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所以说是不行的。那么单纯的非技术派也不行，对吧？所有的这些东西都要在3个系统你把它结合起来用才可以。技术分析最核心的思想就是分类，这是几乎所有玩技术的人都搞不清楚的一点。技术指标发出买入信号，对于技术派来说，就以为是上帝给了暗示。抱着如此见识，抱着如此实践，几乎所有技术派都很难有很大的成功。技术指标不过是把市场所有的可能的走势进行了一个完全分类。为什么技术派事后都是高手，真正干起来就个个阳痿？就是这个原因。这也是我们在解盘的时候说过很多次，就是这个完全分类的思想。我们不是要预测市场要去某一个位置怎么走，而是把它的各种分类的情况都分类出来了。往上走怎么走，横盘怎么走，往下走怎么走，我们都有，这叫缠论里面就叫不测而测，对吧？完全分类不测而测。之所以我们可以用完全分类的方法来分析股票的原因，是因为它只有3种可能。对任何一个股票也好，对任何一个标的也好，它只有3种可能：要么涨，要么横盘，要么下跌，只有这3种可能。所以说它的情况是可以用完全分类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用到军事上，或者说用到医学上，或者应用到其他的方面的话，就比较难，因为可能性比较多，对吧？所以说，尤其比如说禅师经常说的例子，就是用到军事上，2个国家在干仗，比如说俄乌战争，进入到这么多的时间，很多时候你只能猜，你去做兵棋推演，对吧？大部分的那个情况你掌握不了，所以你只能去推演。但是缠论股票就不一样了，它这3种情况就很简单，所以说我们可以用完全分类的这个方法来做这个完全分类。那么还有就是说，禅师这里就是非常蔑视的，就是说，如果说你单纯只用技术派的话，好像觉得，哎呀，某一个信号，我这个那个黄金分割，MACD 金叉了，MAC 死叉了，对吧？金叉了，感觉是2个那个曲线金叉了，然后往上拐头，就说是这个要金叉嘛，对吧？好像是就给了上帝给了暗示一样。如果说2个那个均线下来了，死叉了，就是说是要下跌了。你如果抱着这种见识或者说实践的话，那么你的操作结果的话，你可以从你的资金曲线上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所学到的知识，对应在你的交易上，就对应在你的资金曲线上啊，这是很清楚的，对吧？说再多都没有用，低头看看自己的资金曲线，就知道你学这些东西能不能够体现在你的账户的资金曲线上。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技术指标有多好用，那个技术指标有多好用，不要上帝化技术分析，对吧？技术分析也不过就是我们的3个独立系统中的一个，我们是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是技术面。说过很多次，不是技术面更重要，3个方面都重要。只有在基本面和比价关系选好了标的之后，我们采用技术面来看它的那个图形，来找位置，来进场。所以说一定要清楚这3个独立系统它们相互之间的一个作用。技术分析可做东西太多了，这指标那指标，如何应用，关键就是上面所说的分类问题。任何技术指标只是把市场进行完全分类后，指出在这个技术指标的视角下，什么是能搞的，什么是不能搞的，如此而已。至于这个指标对应的情况是否100%反映在实际的走势上，这个问题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否则，所有的人都按照这个技术指标，哪里还有人亏钱，对吧？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什么 MAC 的金叉死叉，如果所有人都说，哎呦，技术指标管用，金叉了，所有人都买入，所有人都赚钱了。如果说市场的交易能够这么简单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不需要去修炼自己，不需要去学这个学那个了，只要学一个 MACD 的金叉死叉就好了嘛，对不对？然而，只要站在纯粹分类的角度考察技术指标，那么技术指标就会发挥它的最大作用。所以这里其实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用技术指标
站在这个技术指标的视角下做强弱分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这个黄金分割，这个是0.382、0.25、0.618，你上涨到某一个位置，比如说一个下跌，然后一个反弹到了某一个位置，到了0.382，到了0.5，还是反弹到了0.618，给我们的指示是强弱区别，对吧？反弹到0.382和反弹到0.5，说明反弹的弱。那么反弹弱，也就是说它这个上涨弱的话，那你做多的话就需要谨慎一点，你做空的话可能可以相对来说大胆一些。如果说反弹到0.618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去做空的话，那你需要谨慎一点了，因为它反弹的力度很强，完全可以微转，对吧？所以说，任何的技术指标只是一个帮助我们来判断市场当下强弱区别的。也就是说，在这个图形上，比如说我们现在看的是日线图形，那么在这个日线图形上表达的这个位置，现在是多强还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能够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个，没有其他的。如果说现在是一个平衡式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多空平衡的状态，就是一个震荡嘛，对吧？那么多空平衡的状态，你在这个当下这个周期你是没有办法交易的，你需要降低周期，对吧？你需要降低周期到它的次级别，你才能够进行交易。比如说现在是一个震荡市，那么你的底仓或者说在这个周期你是不交易的，你要想交易的话，你就要去降低周期，看它的次级别有没有一些更明显的趋势。所以说，技术指标啊，就是一个多空强弱分析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不是说它真的有什么非常上帝式的意义。注意，任何技术指标系统本质上都是一个评价系统，这是我刚才说的，也就是告诉你在这个系统的标准下评价对象的强弱，对吧？这是当然了，我刚才说的这些也是我学了这么多年缠论的一个已经印在骨子里面的这些东西了。所以说有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我说完之后，这个不是我说完那个禅师才有这些，而是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已经印到我脑子里面来了。所以说这也是禅师总结的，任何技术指标系统本质上就是一个评价系统，一定要每时每刻的告诉自己，不是这个那个技术指标有多厉害，它只是告诉你现在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辨别的就是现在是多空强弱，对吧？好的，这就是今天我选择的第11课，还是像我以前说的，我还是建议大家把每一篇文章从头到尾的自己读一遍，自己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自己读一遍，这样的话你可能有更深的自己的一个体会。那么在这个第11课，我们看一下禅师的一些回复。禅师的回复：2006年10月28号，不要在所有均线向下发散时买股票，风险太大。什么叫所有均线发散？这因为在第17课之前，因为这个教你炒股票一共是108课，从第17课开始才进入禅师的这个核心的理论，也就是跟中枢相关的一些东西。在17课之前的话，他讲的更多的是跟均线相关的东西。那么禅师自己也说过，他的核心理论其实跟均线是没有任何关系的。但是呢，你如果能够把均线系统找明白了，也够用了，它也是一套系统。不是缠论就比均线系统牛在哪里，而是用的人，关键是用的这个系统这个指标的人，而不是在均线或者说在缠论。所以说这是在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个第11课，所以说是讲的是很多的是均线。那么不要在所有均线向下发散时买股票，比如说你用的均线是5根均线，什么五日线了。10日线、20日线、120日线，然后200天线，对吧？这就是比如说你用5条均线，这在你看很多那个博主里面，很多人用了很多均线来来分析他们，然后这就是所谓的不要在所有均线都向下发散时买股票。如果说这个所有的均线都向下发散，说明它这个向下的趋势还是很强的。那么你这个时候做多的话，你就相当于逆势吧。所以说你要用均线系统的话，你要用5根均线的话，不要单用一根，对吧？你用一个系统，就是短中长都用，5日、10日、20日、50日、120、200，
你用一个均线系统，而不是单用一根。那么在我的分析中，我是主要是用的是缠论，辅助两根，一根是120，一根是200，这就根据个人的习惯了，对吧？但是我主要用的其实还是缠论，那两根均线的话，只是做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再看另一个禅师在当时第11课的一个回复，注意不要因为涨得太多而抛股票，只有一种情况需要抛股票，就是这股票走弱了。很多人就觉得，哎呦，我这个股票涨太多了，我卖一点吧。他也不去看走势，他也不去看图形，就因为它涨得多去卖。反过来说啊，也去买股票，他们也是这样。哎呦，感觉这个股票跌多了，不能再跌了吧？跌的差不多到位置了吧？可以买一点了吧？对吧？不要因为涨得多而卖，不要因为跌得多而买。它涨得多可以更多，跌得多可以跌得更多。所以说，我们要根据当下的这个图形去分析它，而不是因为它的涨跌来去进场交易。这是其实是在我们小散户里面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问题。但是呢，在我系统成熟之后，或者有了这么一套系统之后，现在我的就是选好了标的之后，我是长期做几个的，不会跳来跳去的。那么长期做几个的话，就会每次，比如说涨得多的时候，或者我要根据结构，我需要卖一点，我要减一点我的机动的一个仓位，而不是说一直抱着。那么一直抱着，你的成本不能够降低的话，那么很多这个市场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波动，你是没有办法过滤掉的。但是如果你的成本，你的持仓成本一旦降到很低的时候，降到负，降到零，降到负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持仓，你的长期持有的话是一个状态，你的心态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就是我还是在这里强调，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方法是长期做几个，你一定从基本面比价关系选好了，你要做几个，长期做它，你看好了这个股票，你对它的一个理解也好，或者说是市场现在的关注度，你起码要做半年以上吧，你才会开始从技术面找位置进。如果说你这个股票只是今天买明天卖的话，那这个要求可不可以这样做？可以，前提是你有这个能力这样做，不是说做日内就怎么样怎么样，那个要求的难度更高啊。你做的周期越短，它要求的难度越高。还有就是大家很喜欢做一些3倍的那些衍生品，对吧？这个很多人愿意做，但是衍生品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长持，它的这个损耗太大了，它长期损耗太大。如果你不太了解这个衍生品的损耗的话，可以自己在网上搜一下。所以说，这个衍生品的话是不适合长拿的，只能适合短期的做一些小的一些波段。但是呢，这个都需要自己去体会或者自己去选择。我没有办法告诉你这个你能不能够长期做，因为我能理解的或者我能够决定自己长期做的，只能是我的一个决定，而不能是说这个人觉得他说的好说的对，我就跟他的，这也是不对的。你要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那么我们书归正传，看一下我们日常做的这些分享。这个大复盘，先看一下下一周啊，因为上周五，美联储主席在全球央行行长的一个讲话，一个会议上的一个讲话已经定了基调了，对吧？他已经说了，拐点已经到来了。那么至于9月份9月18号他降息，现在已经定下基调了。而且当时他的一个讲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当时听，就是说通胀已经现在已经下到他们觉得这个位置已经在持续下降，是能够看到这个趋势。但是现在市场他们的关注是一个就业市场，就业市场现在有一些疲软，然后再加上之前非农数据的很多修正啊，也给到可能他们一些暗示吧也好，还是怎样也好。所以说，那么在9月18号之前，又有其他的一些就业数据要出来了，这就关键了。那么尤其是下周有这个 PCE 数据，还有周四也有 GDP 数据，还有这个就业数据，对吧？那么周一的话，周二都有一些这个3星的，这都是美东时间。那么相应的你去关注一下，如果你炒油的话，也要关注一下周三的这个原油数据，因为现在原油现在也是相对处于一个比较低的位置。那么更重要的就是在周四和周五，最主要就是周五这个 PCE 数据了。好的，那么来看一下我们关注的这些品种。
我们今天呢，先分析一下标普，然后再看一下有会员朋友们的两个标的，一个是 AMD，一个是 Moderna。然后呢，如果时间还比较充裕的话，可以再看一下我之前一直跟踪的这些市场上动能比较强的。如果时间比较紧的话，我们就分析的少几个，因为我也不想大家每个周末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看我的视频，对吧？毕竟周末大家最好的还是用来休息。先看一下这个标普指数。首先我们看的大周期是月线，月线上我们能够看到这个 K 线组合，这个 K 线组合是一个顶分型没有问题，对吧？但是本月的话还有1周左右的一个交易，就看一下这个5669啊，看一下这个下周五的这个 PCE 数据也好，还是周四的一些其他数据，能不能够让5669再被打掉？如果说顶分型能够被打掉的话，意味着这个顶分型又变成中继顶分型了。那么如果说想要出现一个顶分型的话，就要等待9月份了，对吧？所以说就看一下这个月线上，我们就要关注5669这个顶，这个小顶能不能够被打掉，然后继续向上延续。我们再看一下从3491上来这段的次级别，3491一直说的3491，就是因为3491这个位置它是月线上上来那一段，就是说月线上是一笔，那么在周线上的话是一个进入段，高程中枢离开，对吧？现在还走这个大 A 中枢的小 B 段呢，连大 B 都没出来呢，对不对？连这个大 B 还没出来呢。很多人说啊，不出大 B 直接砸下来可不可以啊？难道所有的走势都要两中枢结束吗？我们的模型是这样的，这样一个大 A， 一个小 B 段，一个大 B 段，然后再给一个小 C 段，对吧？这是模型，我们来复习一下。下面这是大 A， 前面这是小 A 段，这是 A0 起点，然后这是小 B 段，大 B， 小 C， 对吧？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这是我们这是说的这个是趋势上，那么盘整上呢是带一个中枢的，也可以带一个小 C，带一个那个300，这是这种第一个画的叫趋势上，两中枢趋势上，后画的这是叫盘整上，它们的唯一区别就是中枢，中枢的个数，带一个中枢的叫盘整上，带两个中枢的叫趋势上。然后我刚才画的说啊，这里是大 A， 然后在上面出来一个大 B， 然后才能结束整个的上涨。那很多人说了，一定要两中枢上吗？一个中枢上可不可以结束？可以结束，但前提是你要图形上给到你这些下跌的这种趋势啊，对吧？我们这里连这个小 B 段都没有结束呢，它要想结束的话，起码要砸穿这个中枢，是这种情形，或者说是什么样呢？或者说是这样，也可以。但现在图形上没有啊，你是说没有这种图形的时候，哪种可能性更大呢？那么可能性更大的是这里走出一个大 B 来，然后结束整个的3491的一个上升，对吧？所以说在没有出现大幅下跌，连0.382都没有跌破的时候，从这个4103连0.382都没有跌到的时候，很多人就说：“哎呦，熊市要来了，要第二腿要来了，要跌1年、跌2年的。”你说可笑不可笑吗？对不对？连这个位置都没跌到的，说就要第二腿来了，第几腿来了？所以说呀，那种传统理论的那些预测呀，什么双顶啊，你放到实际当下的交易里面，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不对？所以说，很多人说那个技术分析没有用，技术分析没有用，那你说我们连最浅的回踩都没有，你需要担惊受怕吗？你需要觉得要世界末日要到了，要崩盘了，不会的，对不对？所以说，你对市场那些，即使是上周的一些就这些的时候的大跌，你都无感的呀。虽然说跌得很快很猛，但是在我们学缠论来讲，我们现在复盘看，这里是有一个中枢的，它不过就是拉回到中枢里面做中枢震荡嘛。你会说，哎呦，这里要下来了，你会这么看吗？不会的吧？你起码说，我砸到这个位置了，我再往深点砸一下200均线，我起码给到一次反弹出现，还有一个三脉给你反应了呀。它会这样一次往下来砸吗？除非是地缘政治也好，或者说真的是出现大不了的那种那个黑犀牛，
黑天鹅、灰犀牛出现的，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很多人啊，天天就是被很多这些媒体的宣传给吓的哟，对不对？很多人不看基础的走势，只去看那些媒体上的一些宣传，吓得不得了啊！就这3根 K 线，当时这个确实是很猛。现在看的话，好像是毛毛雨，但当时这3天的时候确实是很猛。当时我还在休假的过程中，这3天确实是，我也是有时候会拿出手机来看。但是这我们有缠论在这里给我们分析，你想要任何的那个往下走的话，我们都有明显的这个转折点的，对吧？你到了这个中枢下沿了，你没有力度往下走，尤其是在这是哪天？我们看一下这个8月5号这天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一个状态，对吧？它没有继续往下延伸的时候，你还说它要往下走第2腿也好，第几腿也好，你没有任何的支撑啊。所以说不要自己吓自己，不要自己吓自己。再说一遍，不要自己吓自己。你要根据当下的走势来分析你所交易的这个股票长期的这个标的，技术面有没有变化，基本面有没有变化，比价关系有没有变化。如果说基本面和比价关系没有长期变化的，如果只是1、2天或者1个季度、2个季度变化的话，你没有必要担惊受怕的，因为你做的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操作，对不对？这是结合这个走势，我多说了几句。那么在这个周线上没有出现这个，它现在这里有过回撤，但是都不够比呀。现在还是看它再次下周能不能够再次突破5669。如果说突破了5669的话，就是4103上涨的一个延续。但是呢，它这样的2次回撤就构成了它在次级别是有中枢的，很清晰的一个状态。那么再次打出去，看一下它的次级别能不能够走小 B 段。我们看一下这个次级别，也就是从4103上来这段，看一下日线，这是我们经常跟踪的这段。来回顾一下这个4103现在这段在搞什么鬼，对吧？看一下这段能不能够结束，还是说能够继续往上走？这就是5669、4103。先复习一下4103之后，上来之后是一个什么一个结构？1、2、3、4、5浪上去，回来构成中枢，就相当于3段构成中枢了，对吧？一个下上下构成中枢。那么3段构成中枢之后，这是我们用同级别分解。所谓同级别分解，就是构成中枢之后，你之后的前后，我这个中枢可以延伸，中枢可以向后向右延伸。那么之后他们再拉上去、拉回来，都是在做中枢震荡，对吧？即使说它拉出去这么高，也是在做中枢震荡。那么在做中枢震荡的时候，我们的策略就是中枢上方减一减，中枢下方加一加。我平时这么说是一个简略的说法，对吧？中枢上方减一减，中枢下方加一加，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讲。我又说了，你至于你能不能够卖在这个拐点这个位置，你能不能够买在这个拐点位置，你要看什么呢？不是任何的位置都要减，而是力度衰竭的时候再减。我再重复一下，上升的过程中是在中枢上方了，但是你要去找它的力度衰竭那个位置，而不是说任何位置都马上要减。这个有区别的，这是有本质区别的，对吧？我们关注的是什么时候力度衰竭，而不是说任何位置我都马上要去卖出。下来了也是一样。不是任何位置都要马上买进，我是要找那个力度衰竭的位置，也就是说，往上涨找那个多头陷阱，往下来找那个空头陷阱。你抓住那个陷阱了，别人陷进去了，你出来了，那不是最美的这个地方吗？对不对？如何找这个衰竭的地方？我不是天天在讲吗？双触发呀！什么是双触发？出现顶分型了，不是出现顶分型马上就要去卖出，也不是出现底分型马上就卖出。双触发，你要看它的内部结构的呀，内部有没有结构，内部够不够饱满？天天都在重复这些东西，所以说不要，也讲了很多次了，我每天都在讲这些东西，所以说不要简单的去理解什么是中枢那个震荡操作交易，对吧？所以说是衰竭的时候进去卖。向上衰竭的时候进去卖，向下衰竭的时候进场买。那么好的，那么现在就是做中枢震荡。那么回到了5119，上涨到这个5641这段了，能不能够结束？对不对？
它在中枢上方了，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卖？如果说你只用顶底分型交易的话，那么这个位置是出现过顶分型，再就没有出现过顶分型。你减一点仓可不可以？你不想去很精确的交易，你不想去抓那个最终的拐点，或者说离那个拐点非常近的话，这个位置卖，减一点仓位一点问题都没有。你不需要卖在最终的拐点，你有那个能力抓5119.26，可不可以？可以。你没有能力的时候，你买在了5200、5300、5400，可不可以？可以呀，你只不过就少吃了一段而已呀。那你也起码比买在5641.82强啊，对不对？因为它往上的空间，现在我们之前也说过，它如果说往上走突破了5669的话，立刻就面对的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的一个比较。那么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一个位置5702，5702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比较力度。进入段5682，离开段5119，是不是5702？5702也突破了5669，那么立刻就会进入到离开段跟进入段比较。到了5702，如果说力度不够强的话，前期之所以这么比较的技术原因，再重复一下，就是因为是给会员朋友们做，我可以多说多强调一些，就是前面这里走了这个空间，那么它有一个5%左右的一个回撤，那么一样的，同样的走了这么一个高度了，然后力度又开始衰竭了。如果说不到5702，甚至是不到5002，就直接掉头给你来一个5%的回调，是非常正常的，这是在技术里面。接着，为什么我们一直用这个斐波那契扩展器要比较力度的原因，就是看它有没有背驰。如果力度强，那就可以稍微大胆一点做多；如果力度开始弱了，甚至是在等比例的位置开始出现拐折的时候，那你就要谨慎，做多的时候就要谨慎了。因为这些位置，那些这个大公司、投行、对冲公司，他们做机器人交易的时候，就是用到这些位置啊。这个我在之前的例子已经太多了，我们不需要再去重复的讲。但是这些位置就是他们在用机器人交易的时候用到的这些位置，所以说往上走你就要注意5702。好的，那么就是5119到5641，看一下它的内部。我们看，把这个图形稍微给它清清。前面这个小高点5643，然后在周五的这个高点，因为美联储主席讲话冲到了5641，但是没有突破5643，对吧？然后它前面这里5643回撤这笔是够一笔的，在1小时上这是够一笔的，也就是第6笔回撤。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从这个起涨点5119，1、2、3、4、5、6，第6笔回撤。当时，很多群里面也好，很多论坛都在说，哎呦，这个要下来了，是不是又要那个第2条腿呀、第3条腿要下来了？你连这个从5331回撤的最低的回撤都没到，连0.382都没有到，你就说第几条腿来了，不是可笑吗？对不对？我们刚才也说了，黄金分割这些系统，或者说这些那个均线这些系统，就是一个强弱分类的一个东西，帮助我们来分析强弱分类，就是用来帮助我们分析那是多强还是空强。那么连0.382都没有到，你就说空头强，你没有任何的依据啊，你只能是瞎猜。那么瞎猜的话，在交易里面，在股市里面，你是活不长久的。所以说，我们依靠的是这些技术分析来帮助我们判断，现在我是应该做多，还是应该做空，还是说应该谨慎一点。那么连这些位置都没有到，那下来的话，我们等的就是回来呀，对不对？很多人说，哎呦，这个又开始下跌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等的就是这个下跌。我一直在从这个5浪上去之后，它这个因为5比3强，当时，那么一直等待，因为没有机会进呢，等的就是你下来。那么下来了，你肯定要进呢，因为你上面有减呢。无论是你减在了最终的这个小拐点，还是减在了其他位置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是机动仓的一个差价操作，你底仓是持有的，对吧？那么至于你这个机动仓的一个差价操作，赚多赚少都无所谓，只要你能赚到钱，把差价降低，那么就是胜利。那么现在就是这个第6笔，就看它现在是第7笔的一个上涨，什么时候下周能不能够再次突破5643？这样的话，第7笔就出来了。但在缠论里面，我们有这个7浪衰竭和9浪衰竭的这个模型，也就是说，它走7段
甚至是走9段，那么这个基本上就可以结束这段整个的一个上涨了。之前在那个特斯拉有一段，它是出现过9段上涨的，就是小周期，在小周期也是在1小时上，它是出现过9笔上涨的。一旦它这个趋势的延续性非常好的时候，那么在小周期你会发现一直往上涨，一直往上，有一点回调就继续买上去。那么下周就是关注这个第7笔什么时候结束。如果说下周周一开盘了不选择往上走，直接往下来，先去打掉5650的话，那就是第6笔向下的一个延续了。那就反过来继续用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黄金分割呀，能不能够踩到5524、5480、5450都没有碰到前面这个小高点，那都是第6笔一个回撤，对吧？都是可以继续做多的，对吧？即使说到了0.618了，也可以做多，因为它连前面这个小高点都没有碰到，只是说这个向下的稍微有点深了。那么这个反弹的时候，你需要谨慎一点。看，如果说是一个弱反的话，它可能在这里要做出一个中枢来。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也不能排除它继续往上走，因为它前面只是一个以浪形的模式构成进入段，它还没有出现一个掉头的迹象。除非是出现中枢了，给到一个3脉的时候，你才需要更加谨慎一点。即使这样的话，它也可以完全慢慢的出现2中枢。砸回到前面这个最低点来，那么你从大周期一看，也不过就是一个震荡。所以说呀，做交易啊，不要去盲目的去猜它，一定要根据你既然学了这个技术分析，就要根据这个技术信号来进出。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先看一下朋友们问的这2个标的，一个是 AMD， 还有这个 Moderna。首先这个 AMD 呢，之前我在做直播的时候，或者说在这个1年多的时间，有朋友给我多次问过这个 AMD， 但是我也说过我的观点，我个人肯定是不会做它的，因为啥呢？因为 AMD 是不符合这个缠论的头两个系统，就是一个是最主要的就是比价关系，因为缠论是用的是基本面比价关系，然后是技术分析。那么从比价关系的话，AMD 跟英伟达他们俩是在同一个在同一个版面里面，对吧？那么 AMD 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就是英伟达，那么英伟达是无可置疑的那个行业龙头。我们只做某一个行业或每一个行业的龙头，我们不做行业里面的那个老二的位置，对吧？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个红头这个行业里面第2、或者第3的那个公司呢？只有在行业龙头出现衰败的时候。你看到它衰败的迹象的时候，你可以比如说70%买龙头，30%买一下那个行业里面老二。但是现在英伟达还没有任何的迹象衰败，所以说从这个3个独立系统来选股的时候，你就不会选 AMD， 你就会把 AMD 给剔除掉。这是我在之前的很多次的这个直播中已经说过我的这个观点了。但是我的理解和我的选择不代表你的选择，我只是说出来我的一个选择。但是从图形上来看一下 ，AMD 现在是一个什么状态？首先，这个我们现在看的这是一个月线一个大周期，月线这是最后的一个中枢，月中枢。那么它这次回撤还是比较不错的，从这个227跌到了122。那么它这个回撤，你看踩到了就是离这个0.618非常近，出现了一个强的一个底分，然后拉回去。然后现在这个月线这个回撤一比也成比了，然后这个本月的收的这个 K 线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下一个月能够收一个月的底分型的话，那么这里给到一个，因为现在这是一个月300呀，这是一个月线一个大300。如果说起码能给到一笔回撤的话，即使它出现300转2卖的话也没有关系，起码月线上这一笔我是能够先吃到的。但是因为本月就是8月28号有这个英伟达的财报，肯定的，因为 AMD 跟英伟达是在同一个板块里面的，它肯定是要受到影响的。那么在8月看一下本月这根 K 线是收成一个什么 K 线，如果说收成一个十字星的话，也不算太坏。那么就看一下下一个月能不能够出现一个月线的一个底分型出来，对吧？这是我们看月线上给到我们的一个表达。看一下周线上，那么也是3笔回撤构成了月线上的一笔。我们也可以先比较一下这3段，没有到等比例，等比例是在101，没到等比例，然后现在已经出现了很强势的一个周的底分型。现在是看这里笔能不能够反弹出来一笔。
那么反弹出来这一笔，我们就要关注它的力度了。你也可以从这个高点连线先看一下高点两个连线在哪里，就是前面这两个高点连线，看一下能不能够冲破这个高点连线。如果说只是横在这个高点连线下面的话，那就看一下这里形成中枢之后，月中枢之后，两次反弹是不是要形成一个反向中枢，然后再跌一次，然后再结束整个的这个月线上的这一笔下跌。就说现在月线上这一笔下跌啊，你还不能说它结束，怎么能说月线这笔下跌结束呢？只有新的一笔生成，你才能说它结束。所以说，根据小周期的一个演变，因为任何的大周期，你都需要从小周期一点点生长出来，对吧？小周期上，如果说生长的状态它是符合我们刚才判断的两次反弹构成中枢，然后上不去了，顶不出这个均线了，冲不出去，那么再回来砸一次。如果说再次跌破这个112.17的话，112.16的话，那你就看一下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有没有背驰。如果说不背驰，跌得非常猛，那就完全可以在下面再做出第二个中枢来，然后才能结束整个的一个月线上一笔下跌，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走势是一点点生长出来的，你不能说在现在我就要预测这里要到某一个位置，那是预测。我们想做的就是完全分类，对吧？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你上不去了，到了这些位置关键的位置，我们是有在上涨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位置卡到这个位置去观察的，对吧？这就是一个关键位置。上不去了，那么是不是要下来？下来的话，又有一个关键位置，就是前面这个小低点，它跌破它，首先是跌破它与否，还有就是说跌破它的力度，跌破它的力度弱和跌破它的力度强，那有本质的区别呀，对吧？跌破它的力度弱，那么就是进入段、离开段有背驰了，或者说你这3笔也可以比较，是不是有盘整背驰？那么这个位置我是可以进的，因为它预示着这个可以结束了，对吧？有一个中枢可以一个盘整下结束，我要做的是这段，所以说我们不是要预测它要怎么样走，而是要把这个所有的可能性都要分析出来，然后去应对市场的选择。市场怎么选都是对的，我们只是需要应对就好了。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周线上观察这3段，现在只有三根 K 线，也就是3笔。那么这3笔看能不能够发展出来，再延续2周的一个上涨。看一下日线上，日线上现在是1笔的一个上涨，但是呢，这一笔现在碰到了这个120天和200天这么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压力的位置，再加上它这个 MACD 也冲到了0轴附近了，所以说再加上下周有这个 PCE 数据，还有这个英伟达的财报，大概率就估摸着，如果说沉一次的话要注意了。哎，针对这个 AMD，如果说沉一次，如果说它要砸一下，比如说砸到141、137或者140附近吧。如果砸一次到140附近的话，你发现这个 MACD 不能够很有力度的往下走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二买。如果说针对 AMD 你要想长期做的话，那么就关注这个。如果说给到一个二买的话，你是应该做多的，再补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再期待着能够再给一笔反弹，就是日线上再给一笔反弹。那么如果说这个位置在周五你没有减的话，如果说它再往上走一走，比如说顶到这个120天这个位置上不去的话，你也可以再减。就这个位置不应该，起码小周期是不应该再往里冲了。就做多的时候不应该往里冲的，为什么呢？你看这里，超过3根 K 线，超过3根 K 线，我跟大家已经讲过一个简便的方法，就是在本周期，你怎么能够看到它次级别或者说它的次级别是不是有中枢呢？就是要看是不是有超过3根 K 线并排，是不是有超过3根有出现了重合。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意味着它的小周期有中枢了。那么它已经有2个小中枢了，你还要往里冲里面做多吗？你从这个本周期，从日线上就能知道，我不能往里冲里做多了，应该减仓了，期待着能够给到我一笔下跌，做二买，这是很清晰的一个东西，对吧？我不需要再降低周期了。如果说比较懒的话，不需要每一个都降低周期看的话。好的，这是针对这个 AMD，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Moderna。Moderna 我们是之前也分析过，我在我的频道里面分析过几次吧，分析过1、2次它的这个图形，你可以去看一下，在我的频道里面搜一下我之前是怎么讲的，然后再结合一下最新的，对吧？任何一套系统或者说任何一个博客，你去看它的前后的，对吧？
如果说在他的频道里面分析过很多次，涨的时候是那么说，跌的时候那么说，没有一套系统来支撑它的话，那么这个博客没有任何意义，你看下去，对吧？那么如果说它的涨跌你都能够用一套系统来分析，然后给到一个很明确的交易方法的话，这个是你要学习的。所以说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 Moderna 的一个分析，再结合现在。那么针对这个大周期，我们之前是看过它这个更大周期，也就是季线的一个图形。那么针对这个 Moderna，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大家都知道原因，我也就不去复述了。那么它因为疫情的原因上去了，现在又下来了。那么其实，在季度，就是每一根 K 线是一个季度，3个月嘛，是一个季度。那么现在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潜在的一个季度的一个大二买，季度的一个大二买，只要62.55不被跌破，就会有这种情形。当然了，62.55就是你的一个防守位。62.55就是你的防守位。如果说跌破了62.55，你起码要减仓，甚至是全部卖出，因为你不知道它下面的延续性，它完全是可以跌破了62.55之后，再去测试一下前面这个低点，也就是11.54。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它能下跌多少的，所以说跌破了62.55的话，这就是你的一个第一个防守位了，你起码要减一些仓位，而不是说要去再加。不能说啊，我现在跌了要补一点，把这个成本拉低，不能够盲目的去补仓，不能够盲目的去补仓，因为这么关键的一个位置要给你跌破的话，说明它的基本面可能是出现大变化了，也就是说大的机构要走人了，他们要跑路了，大机构都跑路了，你小散户往里冲吗？我们是坐轿子的人，我们不是抬轿子的人，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位置，注意我们非常清晰。我们小散户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不是用来我们那个这点力量，你是抬不起轿子的，你只能是坐轿子。那么连抬轿子的人都跑了，你还坐什么轿子呀？对不对？所以说大资金都往外跑的时候，你不要傻呵呵的往里冲啊。所以说跌破了62.55的话，你就要去应对了，要减仓了，或者说要砍一半，甚至是先出来全都卖掉。等到它再次企稳之后，再给到一个大周期的一个底分型时候，可能才可能往里进。很多时候先卖后买也能够把你的成本降低的，不是只有一种方式，先买后卖，也可以是先卖后买。我说的先卖后买不是去做空它啊，是你把你手里面已经持有的股票先卖掉，然后等待它到了某一个位置之后再买回来，以这种方式。所以说，在大的周期62.55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防守的位置。月线上也是一样，那么月线上这里是出现过一次月的比较明显的一次反弹，但是一个很弱的一次反弹。如果说你从前面这个黄金分割看的话，也是连0.382都没有到，对吧？但是这个反弹是一个够比的，完全严格按照定义的话，也是够一笔的反弹。然后现在反弹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包含关系，或者叫运线关系。这个传统理论里他们叫运线，就是一根 K 线在另外一根 K 线的所有的这个范围之内叫运线，也可以是前包含，也可以是后包含，都叫运线。一般运线出现在相对的高点和相对的低点的话，都意味着它要变盘了。这是传统理论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们学缠论的话，就可以是借鉴嘛，对吧？知道了这是有包含关系了，那么下一个月，那么立刻你看它经过包含关系之后，3根 K 线立刻就出现了一个顶分型，立刻就出现了一个月的顶分型。一旦出现大周期的顶分型之后，你在小周期里面一定要，你起码要减一点仓位，而且你要做多的时候就相对来说要谨慎一点，因为大的周期已经给到一些指示的时候，你再傻呵呵的往里冲是不应该的。现在再看一下这个次级别周线，如果说月线上62.55，它也可以是因为现在回撤这一笔哈还不够比，如果说是62.55继续往上延续的话，也是可以的。先看一下周线上能不能够有这些可能性，这就是以62.55作为一个分节点，它在周线上这里是已经3段了，没有问题。然后这里回撤一笔也没有问题，所以这里是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周中枢的。那么这个位置也是可以是一个周线的一个二买，也就是一个结构买点，这里能够打出去也是可以的，前提是这里不能够继续往下沉了。你看到没有？这个 MACD 已经跌到这个0轴以下了。如果说继续往下沉，都下到0轴以下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去跌破这个62.55了。所以说这个位置要注意了。但是呢，它在它的次级别，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你看它这里有超过3根 K 线。这里有超过，这里有3根 K 线，上面也有，所以说呀，它的次级别，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它的日线，说明它的次级别是有抵抗的。
那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月这一周啊，我们看一下这是哪周，也就是7月29号这一周跌的比较猛。那么这个的话，可能需要再打一个低点，才能够去把这一周的这个下跌的这个情绪也好，还有一些它的筹码也好，可能需要一个消化，才能够整个完成整个的这个170下来这段。所以说已经有抵抗了，但是还可能说再要沉一沉才有可能。就看它能不能够守住62.55，只要不跌破62.55的话，你都可以去做一笔。这是我们从周线上看的。我们把最后这一笔给它高亮一下，就看一下现在这段前面这个小低点78.07，首先78.07不要破，再就是62.55就最好是不要破。如果说跌破了78.07，你就看它继续往下沉，那么62.55就是最后的防守位了。跌破62.55一定要减一点。我们现在看一下107下来这段日线上。那么从107下来，我们能够看到这里我已经画出来了一个小中枢，然后还带一个小三脉，对吧？这个现在这个结构已经相对来说饱满了。怎么说相对来说呢？因为它出现了一个带中枢的进入段，然后又离开，这里可以结束了，就是以一个盘整下的模式结束从107下来一段。不是所有的都需要有带两中枢的，对吧？那么前提是什么呢？这已经出现一个三脉了，可以再打一个低点，跌破78.08，但是它不要跌破前面这个62.55，对吧？再次跌破78.07也没有关系，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盘整背驰。最关键的位置就是这个拉升一定要有力度。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日线，这个力度一定要有，也就是说要起码要很快速的突破这个，看一下这个高点91.99。也就是说，这里跌破了78.07，但是不能够跌破62.55。这个位置你可以先进一点，但是这里一定要有盘整背驰，然后这个位置可以先进一点，然后就观察它这一笔反弹。如果说弱反的话，那也要跑掉。也就是说，这个位置你进的，在这个位置要卖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形成了第二个中枢了，前面是第一个大 A， 下面是第二个大 B， 它可以结束之后再打一个低点，甚至是再继续跌破62.55，所以说这个位置要卖。什么一种情况你可以不卖呢？多拿一拿呢？就是跌破了78.07，但是这段反弹特别强，你明显的就是它突破了91.99之后，没有任何衰竭的力度，然后这个 MACD 也能跟上来，快速的张口往上走。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多拿一拿，甚至是突破91.99的时候，可以再补一点，看一下能不能够顶到现在顶到这两根均线这里，200天和120天，因为这样的话。到了这些位置，就是这个位置，你如果说买突破的话，就是看它这个力度，买突破，然后到了120天、200天，你减一点也可以。期待的是再次下来做这个二买，其实这个买是23买，为什么23买呢？二买的话，这里是有一个类中枢的，那么，因为下面这个是我们是说跌破78.07，所以这是一买。那么跌破下来没有碰到91.99是二买，然后这里又有一个类中枢，又是一个三买，所以说是一个2+3的一个模型。那么2+3的这个买点的话，即使是错的话也应该尝试。那么这个唯一的前提就是这一段上去一定要强。我们刚才已经把日线上它可能出现的几种情形，已经用了我们的完全分类给分析出来了。至于它怎么选择的话，唯一最差的就是一个快速杀下来。跌破78.07，然后又去跌破62.52的话，你这里就是做多的话，你就不能动了。首先做多是不能动的，你就如果说真是跌破了62.55的话，那下面的空间就大了去了，所以说你就不要做多了。那么该减仓减仓，跌破78.07的话，就看它有没有背驰；跌破了62.55的话，可能要全均先出来，然后再可能等待它什么时候才能企稳。但是做这些药股的话，相对来说，你要不了解它的基本面的话，是很难长期做它的。需要你的一个自身的知识储备的话，需要一个比较强的一个状态，才能去玩这些药股。好的，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啰啰嗦嗦说了很多，今天分析就到这里了，再见。